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了最重要的人自己。照顾好别人以前，先照顾好自己。5月3号，好平衡医学母亲节身心健康特别专题。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有母亲节这个节日，是因为要提醒我们在很多的忙碌的日常生活里面，怕忘记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或提醒，所以我们才会设定很多的节日嘛，比如说有父亲节啦、母亲节啦、清明节啦，各种的。那这是要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稍微停下来，然后回头来看看我们现在应该重视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在5月呢，就是一个母亲节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回头重视看看这个妈妈们或者是自己是妈妈这样的一个身心状态有没有在一个迷失在一个忙碌的生活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节日，像上次我们讲的是妇女节嘛，那这次是母亲节，就是同样的。那我们生活这么忙碌最怕的就是什么？迷失了。迷失在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啦，那造成了心理上的问题，也造成了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好，那心理上的问题呢，我们要安住它，叫做安心。那身体上的问题呢，我的建议就是要什么？要强身。好，所以一个是安心，那一个是强身，那怎么来做到一个平衡？好，那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强身如果能够做得到，通常也就比较能够安心因为假如说一个人他常常手痛肩膀酸痛、头痛都睡不好，然后连走路都会没有力气，通常心要安不容易。所以从身体的角度呢，切入到心理是相对比较容易一点的方式所以这也是身为医生我在医学上比较能够建议的方向。那强身这件事情，在我们过去所有的讲座里面都讲过了，不外乎就是疏通我们的组织运作，一个就是我们的热能要改善，就这样吧。那这个已经是过去最基本的核心概念。那在疏通组织呢，就是可以经由按摩的方式我们从头皮啦、脸啦、耳朵啦、手背后你自己要按也可以或者请人帮忙也可以。那孝顺的儿子、孩子们呢，就可以帮忙妈妈做一些很简单的这样的按摩来疏通组织那这个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课程专门在讲怎么样找这些位置来做。那疏通组织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改善身体的热能嘛。那身体热能要改善，不外乎就是我们以前所讲过的，第一个就是心态要放松，这就是回到我们刚讲的安心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就是饮食要温热嘛，温热性的饮食，那尽量是天然的、新鲜的这样的食物那第三个就是要保暖，对不对？天气凉的时候啦，一点点冷的时候，就尽量赶快找温暖的衣物保暖，不要受凉。第四个就是要有尽量充足的休息。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运动。好，那现在这几个里面呢，能够比较注意到的，都是以前我们讲过的，比如说以饮食来讲，那饮食来讲，这个很多的细节包括什么？包括你对于食材的挑选，那尤其是年纪越大以后，越需要补充到蛋白质的部分。好，那蛋白质的部分太多也不行，因为太多会让肝肾代谢不好，它没办法吸收那么多，反而会造成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蛋白质，他们现在最新的指南就是你的体重乘以1.2，然后换成公克，就是变成你每一天建议的蛋白质的摄取的这个量参考但是也不是说你吃到这个就一定能够吸收这么多蛋白质，你要看你身体的情况如何，然后还有你运动的量活动的量是常常静态的，还是说平常要干活的那一种，那个蛋白质身体的吸收的程度需求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再来种类上呢，现在比较建议的就是以好的油脂跟蛋白质为主
搭配蔬菜，好，那水果以我们的建议，当然全部都是温热来吃，啊，就不要生冷的吃。所以像刚你说那个瓜类，啊，瓜类就比较凉，所以最好的都是一定是加姜啊，一些辣椒、蒜头等温性食材去把它给中和跟平衡，这样。好，所以食材的挑选上尽量是天然、新鲜，然后温热性的原则。好，那保暖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你只要经常有冷的感觉，赶快不是光穿衣服就好，一定是要加热啊，电热毯也好啦，暖包也好啦之类的，让能够发热的东西来帮助自己身体温暖回来，避免这个热能的流失。所以我们在生活的照顾上面的核心，全部都是在改善热能的这一块。好，那么第4个就是充足的休息。充足的休息包括你只要有累，我们就休息啊，哪怕10分钟，哪怕半个小时都好。白天就可以稍微休息，而不是说一定要把事情都全部做完了以后，晚上再来睡觉。因为白天事情做完以后，你可能身体已经透支了，透支的身体在一个不稳的情况之下再来睡觉，其实会睡得更不好。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也有发现，如果说累了就睡一下，饿了就吃一下，那这样基本上它能够在身体维持在一个相对规律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呢，整个睡眠反而会更好。好，所以休息的时间也是要足够。好，那现在就是剩下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尤其年纪越大越需要注意，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一个人的所有的生活需要用到的动作。比如说你要从马桶坐下去或站起来，你要从床上起来，你要走路，这个都是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肌肉。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些简单大家就可以在家里陪着妈妈做的运动。好，那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比如说你们现在各位坐着，那我先示范一下。这个示范很简单，就是他只要坐的椅子的任何位置，比如说这个是他平常坐的椅子。然后呢，我们只要让他能够站起来，就这样，然后再坐下去 ，OK， 然后再站起来，好，我们这样重复做，这个太简单了，好，但是我们如果让他能够连续做到15下，能够连续做到15下，那代表基本上他的核心跟腿、腰、背，这些协同的这个肌肉的运作还算 OK 的。那这个核心可以确保他以后呢，不会功能上的退化，因为功能上退化一定先从肌肉流失开始，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帮助他去锻炼这样的肌肉。好，就是这个下个礼拜陪伴母亲节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他练坐下，然后站起来，然后我们就连续做15下，看他能不能做到。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要比如说他做到第10下，他就要好累，站不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勉强，让他休息。好，我们可以热敷啦，让他休息一下，然后隔天再继续做同样的动作。那做到多少下，也是做到他觉得有点酸，站不起来就好了。好，所以从此每天只做1次，你不要做多次哦，早上做1次，下午做1次，晚上做1次，不需要。你做完这样的一个练习之后，可以休息24个小时。然后才做第2次，那最好是每天增加什么1下，比如说我今天做10下，我就觉得已经到极限了，明天试试看做11下，后天看能不能再做12下，是这样。好，所以这个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核心的基础训练。好，然后再来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爬坡或爬楼梯。爬坡或爬楼梯就是让它这样有一个往上。那假如说他这个很轻松能够走完这个楼梯，比如说家里有1楼到2楼的，能够很轻松的这样走完，也算是一个检查，代表说他的身体的肌肉还是 OK 的。好，那如果家里有楼梯的话，也是一样，来回上下也是建议大概可以走个10趟。好，那中间如果万一他觉得累了，那就休息。那这个过程走楼梯的过程当中，最好是不要扶手，就是直接空手这样上去，就让身体的保持一个平衡。好，那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就在旁边看着他。好，这是建议他先不要扶着扶梯这样爬，能够这样双手腾空的这样运动，实际上才能够真正练习到他的肌肉。好，这是第2个。
好，所以肌肉的训练就从简单的站起来这个坐下去，还有爬楼梯。那第三个进阶一点，第三个比较难，第三个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到，它是有一点在地上就可以了地上就是这样，当我们盘腿而坐，对不对？好，那正常人是可以怎么样？直接站起来的，对，好，就是这样直接站起来，对，而不用这样扶起来。好像我现在是有点扶起来，因为我没有软身站起来，所以如果他能够这样直接站起来，不用扶，这个算是一个不及格的动作所以它代表说它的这个整个协调性跟肌肉的强力是比较好的。好，所以这三个动作就是可以检验一个人我们现在说的是讲母亲父亲也是可以的就是坐下站起来，还有爬楼，对不对？双手不要扶，然后就是坐下直接起身，这三个动作就可以检验他这个人的核心的力量跟协调性有没有够好。好 ，OK， 像我就是需要多练习这个。好，那这是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可是还不够，因为人呢在活动的时候，他不是光靠有力气就好，它有一个协调性，而这个协调性呢，在人体里面它是一个神经的反射，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反应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有没有够快比如说他走路踩到一个会滑的石头，这个时候呢，一般如果肌肉力量够的人，他不见得就不会摔倒他虽然绷紧了，可是他整个重心还是会失去平衡，然后摔倒。所以这个时候他靠的是什么？是靠他踩到一个滑动石头的时候，他脑子马上注意到这个神经的传导的时候呢，他马上协调运动所有其他的肌肉，去平衡那个会摔倒的动作。比如说走一走，突然滑倒，往后一滑，这个时候要靠谁？靠我的另外一只脚去撑住嘛，对不对？我的右脚已经往前了，我的左脚必须要用力。这个就不是说你肌肉够就可以了，而是一个脑部跟肌肉瞬间的那个反应跟协调。而这个训练呢，也很简单，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眼睛就是有肌肉在运作，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在训练的过程，就可以来代替我们脑神经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大拇指，从很远的地方慢慢推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眼球会怎么样？变斗鸡眼所以当你从很远看到一个大拇指，慢慢推进的时候，变成两个拇指的时候，你看变两个拇指，表示你的眼球的肌肉的极限就是在这里，它没有办法再挤压了所以这个可以从远到近这样来练习，然后又到远，要到近，这就是练习眼睛的一个肌肉的斗鸡眼。那这个小小的肌肉也是在练习我们的眼脑的反应，眼跟脑之间神经的这个连接跟协同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很简单，就常常把一只拇指比在你妈妈脸，来你看我的拇指，然后往前，对不对就看到这个眼睛能不能有这个斗鸡眼，就训练这个肌肉。那么第二个呢，很简单，就变两个。那请他自己也可以，你也可以，然后眼睛呢，一个看左边，一个看右边，然后头不要动就是用眼睛这样看不是说转过去看是头不动，然后眼睛左右这是练习左右的协调。那如果他会头晕呢，就暂停因为有些人他眼睛在运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协调得很好，他就开始头晕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暂停，慢慢训练那让他坐着是最好的，因为他坐着他就不会摔倒所以坐着的时候在眼睛左右，但头不能动，眼睛这样看那我们也可以从左右变成什么？一前一后比如说右边是靠近的，左边是远的，这变成说近的、远的、近的、远的，你也可以这样近的、远的那也可以呢，一上一下头不动，看上面、看下面、看上面、看下面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去很简单的去练习他眼睛的旋转，这个就是让他的脑部去知道说我要怎么去控制我身体的肌肉的这样的训练。那你也可以开始这个从静态的变成动态的，动态就是说从手这样过去看这个指头，
就是眼睛追着它，好，眼睛追着它动，然后你可以越动越快，越动越快，看你能不能继续追。好，那假如说你追不上的时候，你动得很快追不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一个拇指就变2个拇指了，它会有残影。好，所以当有残影出现的时候，表示它已经眼睛的眼球的速度跟不上这个拇指的速度，所以也就是说那个肌肉的反应就没那么快。好，所以也是慢慢训练，慢慢训练，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速度记录下来，然后看看是不是有越来越进步。好，所以越来越进步，就代表说他那个脑部的协调动作的那个控制就越来越好。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速度的，所以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速度的，速度的反应。好，然后这2个都做完以后，再加一个很好玩的，因为这个有点无聊，对不对？妈妈经常说你这个无聊的小孩，每天叫我做这个。好，所以后来呢，我就参考以前那个骨科台湾一个叫蔡凯洲医生的，他的那时候的一个小发明，我觉得他这个也是很棒。他就说你家里呢，就整个袜子不要的袜子，就把它一双嘛你就把里面装一些米，然后把它绑起来，就变成像米球一样的东西。这个米球这样丢它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打到也不会痛，然后又很好抓，它不会滑，好，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球呢，如果只有妈妈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叫她这样用一只手从右手丢上去，然后看到球掉下来之后用左手接起来，丢上去接起来，这个东西在训练什么？就是一样训练脑跟眼跟手的肌肉的协调，所以这也是练反应。好，那这个很简单，有时候他不一定接得到，那不一定接得到，一直训练到他能够接到为止。好，那如果说有人跟他互动的时候，就换你丢给他，比如说你在这边，我丢给你，你那个人猫就会接住他，对不对？好，然后请他再怎么样，再丢回去给你，你又接住，所以变成一个抛接的游戏。那你可以给他奖励你接触几颗有多少大餐可以吃之类的，等等之类的比如说能够连续接到50颗，有奖金1000块，等等之类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很有趣这个有趣的当中里面，你就是无形中在训练他的什么这些神经跟肌肉的连接反射。好，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从简单的肌肉的强度的训练，一直到我们脑跟眼到手到腿的神经反射训练，这些身体的运作都是在避免它以后会失能，因为最怕就是到最后呢，要请人家来照顾他比如说要翻身要扶他下床走路上厕所，像这些他已经失能了以后，他自己会过得很不开心，然后家里的人也会很累，对不对？所以这个能够避免，第一个就是减少他失能的机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减少它失智的机会，因为你的神经跟肌肉的反射，它越练它会越灵敏，它不会退化，然后再预防它跌倒，因为年纪大最怕跌倒，一跌倒的伤害往往都是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你怎么预防呢？第一个肌肉要够强壮，第二个反应要够快，那就是从这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来做到失能、失智跟预防它跌倒的很好的一个方法。那重点就是说要每天经常做，每天经常做当成一个他日常工作的固定的内容之一，就像以前要上班一样，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那他就要规定一个时间，那就是中午11点到12点，就是专门做这一套的训练，每天都有一个固定1个小时。那这样的话，他的身体的这个等于是他的一个资产的累积就会越来越好，他就可以预防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母亲节最有意义的不是带他去吃一顿好吃的而已，应该是让他身体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那等到他的身体越来越行动能够控制，越来越能够自由的时候，他越来越能够顺利的支配他身体的时候，他的心情也会变好，不然的话他很容易就是这个他想去干嘛，结果他一心想他想去，可是又去不了，那个心情就会很郁闷，对不对？他什么都要靠别人，他就越来越不想去了。那越来越不想去以后，他的整个这个心态呢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开始比较消极身体如果在心态一消极的时候，身体就跟着就退化很快，所以
爱妈妈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想以我的角度来看的分享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好，那谢谢。